好，我是吴薇，欢迎回来大声。今天呢，我们聊一个网络上的热门的事件，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呢，是非常有感受的。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既是关于公共的新闻，又是我个人的一个表达。实话说，过去几天呢，我夜不能寐，我心情不太好，甚至有的时候会愤怒，睡不着觉。直接的原因呢，是看到7月26号，中国的公安部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了这么一个文件，叫做《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国10几亿网民以后在中国上网的时候需要持证上岗，需要一个网证，这个网证呢是唯一认证的，是公安部和网信办统一管理的，它就可以实现呢公安部网信办对一个公民在任何网络 App 和平台上的所有行为统一画像、统一管理，而你的所有的行为，不管是消费行为，还是什么政务申请，还是什么言论，都跟你的这个身份证号码挂钩。这样的一个后果，我们都知道，最近的案例就是健康宝，大家都有过，因为健康码变黄码、变红码，寸步难行，事事都做不了的经历。提出来不同声音的一些学者，比如说劳东燕，比如说黄玉生，这两个学者都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教授，还有其他几位学者，所有这些表达出对这个管理办法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禁言禁声，甚至劳东燕老师本人呢，在面临一场网络上的对他个人的一个大字报的行动。看了整个这个事情呢，我有几方面的话想说。我相信呢，今天我在大声这个频道上来说呢，可能会让很多觉得，哎，你们大声怎么也要掺和这些事情呢？但是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声频道的一个目的。我们觉得不管在任何时候，当关于公共事件发生的人因为自己的言论和表达获得了不公的待遇，这个时候他是最需要有人来发声，来向他表达一个支持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作为我个人，也是我们大声对于劳东燕、黄玉生这几位学者的一个公开的声援和支持。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管理办法到底有哪些让大家质疑和关切的点，然后我再讲一下这些年大家在普遍的政治抑郁的状态下，还能不能说真话，还如何面对自己的恐惧，在恐惧之下我们还能做什么。文件出来以后，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呢就在自己的微博上说，既然呢这个意见是一个公开征求的过程，那我就来表达一下我自己的意见。他呢在自己的微博上用2条微博非常浅显的方式说白了一些话，这个可能给他带来了麻烦。我们先看他这条已经被删除的微博，叫做网号网证是给每个网民安上的监控器。他从法律的角度批评了管理办法的真实用意不是保护个人资讯，而是要强化对个人网络言行的管控。这样的管理办法的实行将带来极大的社会风险。而且他还又发了一条说，网号网证就形同疫情期间的健康宝，透过这样的工具将社会的管控常态化。这样的一个比喻就用了人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语言说出来了这些年每个中国人其实都经历过又藏在内心的一个恐惧。其实我们知道，经历了3年的 COVID 的严密管控以后，中国政府通过这个健康宝的方式已经把中国社会的管理进行得密不透风。这种深入每个人手机的数字控制模式已经被证明了是非常具有威力的。而现在要做的是通过进一步的立法，把这种中央集权化的信息控制完全合法的固定下来。所以老师他这2条微博只是把人人其实都已经体验过的这种现代化的管理能力给中国整个互联网使用者带来的从头到尾在社会的各个生活层面能带来的危险他给说透了。可是就是这2条微博被删除，而他遭遇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劳东燕首先在微博上发出声音，我们都知道的一个现实是，这几年敢说这样真话的
学者极其之少了。而评价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其实都非常的无奈。按理说，像针对一个管理办法提出自己的质疑的意见，尤其又从法律的角度提出意见，这不是应有之义吗？就像劳东燕老师说的，你们既然让我们质疑，我们就质疑。但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他的微博被删除，然后呢，在过去的几天里，微信上、微博上出现了大量的署名劳东燕老师的旧文章，其实呢也是网民用自己的一种默默的已经非常有限的方式在表达的一种支持和关注。可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出来一篇署名劳东燕的文章就被删除，出来一篇就被删除。在我的朋友圈里，我就看到至少三五个微信公号因为接力传达了或者发表了劳东燕老师的过去的一系列的文章，尤其这一次针对这个管理办法的一些态度的时候呢，这个微信公号这些账号就立刻被删号。所以好几个朋友都说，我们因为支持劳老师，我们自己也被删号了。但是大家都表达了一个做就做了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又看到有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黄玉生教授又发了一篇微博，也是表达了对这个管理办法的质疑。他的这个标题很尖锐哈，叫中国式的现代化不能是编户齐民。他用了一个典故，编户齐民是什么呢？是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结束，诸侯列国城邦化的分治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郡县制的户籍制度，皇权能够统一管理军队并征收赋税。而他说这个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他写道，所有的创造力都隐藏在深渊里，所以活力都来自无监控的自由自在里。真正的现代化国家是所有的国民都能享有充分的自由，特别是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以及免于公权力暴意的骚扰、监管、恐吓、拘禁的自由国家。而他也说了，人民的国家从来未曾也永远不会因为自己的国民思想与言论自由而陷入瓦解的危险，因为真正人民的国家不会因为国民对国家的批评乃至反对而遭受损失或陷入危机。相反，它只会在国民的自由思想提供的各种参照系的印证下，朝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黄老师又说，所有真正现代化的国家都有一个本质性的属性，那就是让国民更自由、更解放、更富有、更文明。而要建成现代化的国家，自由是方向，也是目标。说实话，黄老师这些话说的呢，在过去这些年里，如果我们深读了自由普世价值的这些文章的话，会知道其实都是言言语语都是肺腑之言，是常识。可是就是也是这样传播常识的文章，而且它指向的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应该怎样。他就这样一篇文章也是被删除，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玉生他自己的微博账号也是属于完全被封号的状态。说实话，我读完这些文章的时候呢，我在过去这2天里我还是没有说话，可是我非常的痛苦。我想讲一下我的这个痛苦，顺便讲一下我现在想说的这个话。按理说，几个学者针对一个国家的政策法规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用文字有理有据的心平气和的表达一种反对和建议的声音，这是让人理解多么感动的事情，而且这也应该是应有之义。就像黄玉生说的，现代化国家它必须是基于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我知道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笑了，说过去我们这10几年看到的哪有什么言论自由，哪有什么你这些庄外宾式的表达呀。其实现实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这10几年里，互联网的言论自由，出版的文字自由都在迅速的萎缩。说真话已经成了很多人奢望甚至觉得有点傻的一个举动了。
所以这次也能解释为什么劳东燕啊、黄玉生啊他们写出来的这些文字，其实在民间有巨大的影响力，获得了巨大的尊重。很多朋友在微信里实话说哆哆嗦嗦的去转发那些声援劳东燕老师的文章的时候呢，都是在内心有挣扎的。这种挣扎呢，我相信会让我们很多有良知的人感觉到自卑，甚至觉得有屈辱感。因为你去声援一个说真话的人，你自己都感觉到恐惧。我相信这种恐惧是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对自己的愤怒，也对恐惧本身的愤怒。那我们就问了，这个恐惧来自哪？来自于控制，来自于用恐惧来控制的过去这些年的这个手段，来自于已经把中国整个变成一个数字监狱的这种无孔不入的技术手段。但是呢，虽然这些技术手段已经存在，而且也存在在我们现在每天熟悉的网络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这次这个管理办法让大家如此愤怒和绝望的一点是，他就是想把已经存在在社会各个结构上面的这种数字控制呢，再一步的中央化、集权化、统一化。虽然他打出来的口号是说希望建立一个更加保护个人信息、更加有效的管理公民信息、更加高效的建立数字国家的这么一个旗号，可是所有人都呵呵的原因呢，是我们其实在过去尤其过去3年的疫情过程中，每个人其实都感受到了，当你的这样的数字监控深入到你手机上的每一个 App， 深入到你的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里的时候，它必然导致的是大家不敢多说话，不敢乱说乱动，不敢随便去任何一个地方。按理说这是你天赋的自由，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这是一个天赋的自由。可是做这种自由的表达的时候，所有人看到的他说就是看他又要遭遇麻烦了。我对这种大家对自由表达马上会得到的惩罚的脑补，我实话说非常非常的痛心。而其实还不已经不是脑补了，最新的情况是劳动院现在在网络上遭遇了一个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捏着鼻子呢看了几篇这个大字报式的文章，发现呢这些文章来自一些好像是个人拥有的账号，但是你定睛一看，这些账号呢长期都在发表一些支持各种各样的这种管制，支持民粹，支持政府政策的账号。这些账号呢，现在劳动院自己也说，他认为，有朋友也告诉他，他自己也认为是来自制度内的力量。制度内的力量，我们都知道是个很模糊，但是谁都懂的一个中国特色，就是可能这些账号，它要不然就是自干五，要不然就是官方控制的，我们叫做水军的账号，甚至老师他自己都猜测这些反对的声音有可能不来自普通民间的声音，甚至可能来自公安系统内部。当然这是猜测，没有任何事实来证明。那我们看一下这些让人没法读的文章里都说了什么。几篇文章呢大意都一致，气味也很熟悉。我来总结一下，不外乎就是给了几个帽子扣出来。第一个呢，有一个文章就暗示，第一个文章是说这种假公知打着工资旗号的法学教授不干正事儿。清华大学的他用的是垃圾教授，不做学术，对公共意见发表错误言论。他说的这第二条说的是呢，因为现在劳动院老师过去这一年，他自己也公布了，大家也知道他在加拿大访学，一个正常的学术海外访学被大字报文章说成他人躲在加拿大，远程指着来批评国家，就是想留在加拿大。这个居心很恶毒，但是我们再继续往下分析哈。第三条就是说，他的批评充满了反贼气质，他要做反贼。第四条就是说，很多学者，体制内的学者，谁都支持了人家都支持了，都证明是对的管理意见，你凭什么要说不对？好，
这几条大帽子扣的没有一条在理啊。咱们就先说说这个几个大帽子。第一，谁说学者对于公共政策的批评就是不是学问呢？第二，就算他是跟他自己的学术没有关系，批评公共的管理，批评政府的政策，怎么就不可以了呢？所以把他批评政策和不做学问挂钩，这就叫做扣帽子。第二，一个学者他不管身在海外还是中国，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胞、自己的社会、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府的做法提出意见呢？这也是过去这几年在网络上的这种我们常见的扣帽子和大字报式的的一个隐喻。什么意思呢？现在就是在极力的扩大海内外对立，扩大一种中国和世界对立、跟海外对立、跟全世界对立，只要批评就给你扣上不爱国的帽子。尤其你要是 IP 来自海外，人又在国外，那你就立刻就变成了所谓的境外势力和海外势力。中国既然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在说开放，在说自由，在说现代化国家，一个现代化的开放的国家，难道应该跟除中国本土之外的一切境外做对抗吗？什么时候人在境外就成了一个罪？第三条，怎么叫做提出反对的态度就成了反贼？首先，什么叫做反贼？反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总是有一个故意被混淆的一个概念，好像就是国家、政府、政党，甚至某一些权力机构都变成了中国或者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利益的代名词。那么国家、政府、政党、人民、人的个体，这几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都是常识。可是在过去这些年的网络大字报和这种言论审查，这几个概念是被刻意混淆的。基本上就是你批评一个政府的具体的政策，你就是不爱国；你批评共产党的某一条做法，你就是不爱国；你批评某一个官员就是不爱国；你甚至没有喊出来我爱国，我恨美国，你也是不爱国。这些不爱国的大帽子扣的同时，再继续往反贼的这个逻辑说，什么叫反贼？反贼是网络用语，一般来说呢，是网络上大家就是对政府、对执政党的态度，对执政党的做法有不同态度的人，这怎么就叫做反贼？反什么？当然法律上有叫做颠覆政权和颠覆什么煽动颠覆的这些罪名，这些吓死人的罪名也是要基于真正的法律事实法律程序，要有理有据的。最后由法院做出的判决，也不是人人都要颠覆政府，也不是人人提出一点反对意见就变成了反贼。再说了，就算是反对某一个政府和某一个国家，他也又能怎么样呢？个人他会承担自己个人的代价的。现在劳动院老师只不过是提出来了一个对政策的反对意见，就把它变成了反贼，这就叫大帽子扣下来。大帽子扣下来呢，我认为它的作用还是散布和施加恐惧，让老百姓觉得只要说一句真话，这个人就是反动派，这个人就是危险的。其实实现的是要在社会上隔离这些说真话的人，把一个天大的吓死人的帽子扣在某一个身上，把它隔离。这样的案例我们过去看到过，隔离芳芳，隔离各种各样的说真话的知识分子，让这些学者在民间成为人民批斗的对象。这是典型的文革时代的做法，可是这些东西现在就用来继续针对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像好多网民都说的，感觉这次公开征求意见它不是一个公开征求意见，它是个阳谋，它是大鸣大放之后的一个对反对意见的集中清算。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看出来我可能自己个人有点激动，多说两句。因为我从03年入行做记者呢，我在03年到09年的6年半的时间里，其实在南华早报都是用英文在写中国的媒体，所以媒体行业的状况、言论自由、知识分子的状况、出版，这些都是我的专业。
那么我还做了很多法制报道，我的有一个信念认为呢，不管中国到底要走向什么样的一种现代化的自由和民主，不管这个民主化的方式如何，路径如何定义，但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必须有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司法，所以也是我非常非常关注言论自由的原因。而我相信这种言论自由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得到和应该得到的东西。可是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况是，在这么十几年的过程中，尤其是最近10年，说真话已经成了被所有人下意识认为必须出麻烦的行动。这个在我个人看来是非常非常痛心，所以每一次出现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为说真话被言论被打击，个人受到自由的控制的时候，我就很愤怒。而很多人会说吴薇你幼稚，你自己的这种愤怒和说话也是危险的，找什么麻烦呢？踏踏实实过好你的日子就行了。尤其你现在人在国外，你管中国的事情干嘛呢？关心点自己的生活不好吗？我就再多说两句。既然我在中文的环境里长大，既然我们都关心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0几亿人口、广阔的土地，我们在那里生，我们在那里长，我们爱中国的食物，我们爱中餐，我们爱中文，我们爱那些普普通通的每一个人，不管我身在何方，我是一个华裔，我是在那个土地上生出来的，这个永远不变的。而我们作为一个读了书的人，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要对那个国家发生的不公平的事情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认为这是我的自由，是我必须做的事情，是我的责任。而在我那么多年做言论报道的过程中间，我知道每一个做这样勇敢表达的人，他其实都会付出代价的。我在内心中充满敬意的同时，我觉得我能帮他们的就是把他们做的事情用我的报道出来。而当自己想说真话的时候，第一反应我认为，因为我身边有这样敢说真话的朋友，他们的勇气，他们的担当让我有底气。所以当我看到每一个说真话的朋友，因为他们的真实表达受到隔离，受到被别人的恐惧所隔绝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流下眼泪。因为我知道有一天当我想说真话的时候，如果别人也这样觉得我在做有风险的事情，躲开我愤怒的不是被控制，我愤怒的是大家的恐惧和不作为。其实我前两天在朋友圈里写了一段话，没发出来。我说这样的对劳动雁的审查和这种隔离，不就是杀鸡儆猴吗？不就是杀掉几只会叫的鸡，吓唬很多的猴吗？但是如果会叫的鸡多一点儿，如果猴子不那么容易被吓到，杀鸡害猴这个行为不就没有用了吗？但很不幸的是，这段话没发出来。其实我在朋友圈里头不断的在转发声援劳动雁老师或者其他的感言学者的文章的时候呢，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跟着我一起发这些文章。但是很不幸的是，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也好，劳动雁老师也好，这些人在中国的这种社会现实里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个体。所以我必须要为这些敢说话的个体发声，因为就像那段著名的那个墓志铭一样，他们杀这个人的时候你不说话，他们杀那个人的时候也不说话。当有一天他们杀你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没有人在为你说话了。说了这么多发泄的或者批评的意见，我们再说两句，我们具体还能做什么？具体能做什么？就是在自己的内心中克服恐惧。对于像这种行政法规这种，既然公安部和网信办公布了，给1个月的时间让大家表达态度和不满的这种立法程序，这种有程序的立法
我们要把程序用足。用程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呢，这不是幼稚，这也不是配合做戏，这仍然是在所有可用的空间里，把你自己个人的权利用足的一个办法。大家可以在他的这个征求意见的网站上，去填上反对或者不同的意见，如果你反对的话。此外呢，当我们看到像劳动院黄玉生这样的学者，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实名的表达出对他们的支持和尊敬。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尽量不去发那些跟着权力跑的文章，给权力的控制歌功颂德的文章。至少在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活层面，表达我们的独立，表达我们的自由，表达我们的坚持。至少要告诉自己，你说 no， 这是你自己的权利，不用被恐惧占领你的内心。当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不被恐惧占领的时候，杀鸡害猴这件事也就没有那么容易做了。所以我这一次必须要公开替老师说话，为这几个被禁言的学者说话，因为我们为他们说话，就是在为我们自己说话。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一个人生的点上，都一定会遇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点。这几天不是4、5个公安干警也举着自己的身份证实名举报吗？谁能确保你在一生中不会遭遇不公呢？当你遭遇不公，当你受到权力的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你发现你说真话的时候，身边没有人给你一个声援，没有人在表达一个对你的公开支持的时候，你是一个多么绝望的状态。我不希望我们现在虽然言论环境非常不好，就因此完全封上嘴，因为你的封嘴，有一天你会被这个沉默的黑暗所反噬的。今天的节目有点沉重，也比较个人化，但是我相信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先到这里，谢谢大家。